卢俐的歌剧《绅士梦》一，谢朝中作。卢俐的歌剧风格。卢俐原是意大利人，称作 Giovanni Battista Lulli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国王路易14的宫廷中作曲和指挥，是路易14的宫廷乐长。他控制了当时的法国音乐生活，开创了法国歌剧，发展了大经文歌和法国序曲，对当时的欧洲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普塞尔、韩德尔、巴赫、拉莫等作曲家。卢俐音乐的特点。卢俐的音乐体现了一项美学价值观，那就是大乐立意。他最成功的作品常常是舞曲，尤其是歌剧中的 Passacaglia 与 Chaconne 等低音变奏曲。这一点影响英国的普塞尔制剧。卢俐的歌剧的题材都不是平民风格的写实主义故事，大多取于希腊神话，以表现爱情和奇遇为主，反映了路易14君权至上的精神。除了与 Quinault 合作开发抒情悲剧之外，又与莫里埃合作开发喜剧芭蕾。最后竟然能说服太阳王路易14独尊卢树，限制其他作曲家、戏剧家、舞蹈家的发展。他的歌剧除了角色多，还一定有合唱团，这一点与希腊悲剧一样。卢俐的音乐多是五声部的结构，不限定使用的乐器。卢俐的乐团编制并不固定，常常用弦乐团、大键琴，加上一些管乐器，鼓双簧管、木质的小号、伸缩号等。卢俐与芭蕾舞。为了展示路易王朝宫廷的豪气，卢俐的歌剧一定有大型的芭蕾舞表演。卢俐不但演奏提琴、指挥乐团，也指导芭蕾舞。他的音乐与舞蹈音乐常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在演奏或聆听卢俐的音乐时，我们必须记得他的音乐都是可以用来跳舞，而他的提琴功法事实上也是在琴上跳芭蕾舞。卢俐的歌剧《绅士梦》。历史。约在蒙台威尔第的奥菲欧1600年首演之后的7、80年，卢俐与他的长期合作者莫里埃一直在一起开发抒情悲剧。这结合了法国古典剧戏与芭蕾、法国歌唱和唱念，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歌剧。《绅士梦》是喜剧芭蕾的一个相当好的例子。音乐、歌唱与舞蹈一体的将剧情发展与角色个性完美表现出来。剧情概要。这歌剧叙述17世纪一位急于晋升贵族阶层的暴发户，从没落贵族买来爵位与封地，甚至也改成他的名字茹尔丹先生。莫里埃亲自饰演这位不学无术及饱受欺辱的富有新晋贵族，他努力学习绅士礼仪，穿华服，热衷结交贵族朋友，企图跻身上流社会。但他请来的各专业老师知道他的来历，都想办法捉弄他。茹尔丹为了攀龙附凤，要把女儿露西儿嫁给克雷翁特假扮的土耳其王子，结果是剧中人一起欺骗他，使得露西儿最终在他的见证下嫁给了克雷翁特。第一幕。舞蹈与音乐老师教导茹尔丹唱歌跳舞的过程。